我最多也是这样子吧。今天呢，早早起床是为了要看这辆 Tesla Cybertruck。Hello， 大家好，又是艾德人，艾德人不是一个车分析师 POV 啦，欢迎回到来乱拍新车介绍系列啦。今天呢，受到 Tesla Cybertruck 邀请了来看一辆车，这辆车从 Texas Gigafactory 呢千里遥远运到来马来西亚，据说是在几天前到的啦。那这辆车来到马来西亚，不是代表它是要售卖，因为这辆车只有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有在卖的。这次 Tesla 的拿过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见证一下它的这个科技可以去到哪里。通常想到电动车的话，我们都知道 Tesla 都是龙头老大，从2008年开始做了第一辆 Roadster， 而且是全电动车，0到100为大概4秒钟左右。大概是12年之后呢，它就设计Model 3里面都是没有什么仪表，只有一个荧幕的中控，所以造成了现在很多汽车制造商都利用这种简洁的这种设计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说是 Tesla 呢都在先带领。那今天带你们去看 Cybertruck 啦，我会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带你们去看。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然后不的时候，我们去看车 ，Let's go。这辆车长度还比你看过的 S Class 那些来得更长。我觉得如果在马来西亚真的有是售卖的话呢，很多普通的那些 basement parking shopping 的 car park 呢都是很难进去的，所以呢都是 valet parking 了啦。所以我在那边想了，如果是真的有在马来西亚售卖的话呢，到底会是什么人会去买这台车呢？这辆车的用处呢，就是在于出用。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会买这台车的人呢，就是一般上不洗车的人，买了这台车就不用去做 coating 不用去 polish 什么的。你看它用这种材质是 stainless steel 的，而且是非常耐操的。你会看到很多外国人利用合法性的那种枪去射它，我们可以讲防弹连那个玻璃也是一样。包括我今天这个 deck 也是它这种材质跟它的厚度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卖，有人拿去卖我听讲。除了之外呢，可能会买来露营咯，因为这里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尾箱，这边有3粒按钮，我这里按一下，它就是可以打开后面这个盖子。当然它是没有自动收叠的功能你是要用手，而且这个重量是蛮重的，它不像一般上我们看到的4x4它会有那种帮助你很轻盈的一根手指都可以拉上来，这个就可能后面会有做出一些改善你打开了之后，这里还有一个按钮，你按一下，长按。你看到吧，它就会打开了。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可能可以放一个床在这边然后睡觉然后躺在这边是非常的开心再来一个用途呢，我们可以当它是一个 4x4 的 pickup truck， 然后可以拿来载货而且这个可以载1000多公斤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拖高达4990公斤的一个 towing， 可能老外会拖这一些重量的东西然后它的对手就是这个 Ford 的一个 F150当然这边一按一下，你可以看到它是从下面上来的你完全打开了这个帘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个窗，可以从里面看出来。然后以这辆车的整个设计跟它的车头让我想起来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叫做钢铁侠。上去看看所以可以看到我的脚现在是踩在这个车的上面。这辆车总共会有分为3个等级在售卖的，一个是 Railway Drive 最入门的，0到100为6.7秒，可是这个据说要在2025年之后才开始售卖的。然后第二个就是 All-Wheel Drive Dual Motor，
那0到100 4点多秒。最厉害的就是 Cyber Beast 啦，它是有 Tri Motor， 就是说有3个马达的，0到100为2.7秒。而且这个 Cyber Beast 呢，它的重量为3100公斤左右，0到100能够2.7秒。多亏这个3马达的系统，它可以产生高达845匹马力，还有13960个 Newton meters 的扭力，而且它的数据是来自于 On-Wheel 的啦。左边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盖，你把它打开，这里就是可以供电的。如果你有微波炉啊、什么空气炸锅啊，去露营的话，共用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如果你要拿来充你另外一辆 Tesla， 都完全都不是问题的。后面这个灯，贯穿式尾灯，很帅气。车头也是有一组啊，这辆车配搭着一个空气悬挂，你可以把它升高跟升低，升到最高的状态呢，可以达406mm 的。一般的越野 SUV 大概是维持在200mm 左右的。没看错的话呢，前面的悬挂还是配搭这一个 Double Wishbone 的。我相信这4个都是吧。来到车头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 Light Bar， 我们称为叫 Daylight 这样子的啦。车头灯是在下面的，行车灯也是在下面的。中间有一个按钮，按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行李箱空间，如果放一个 M size 行李箱，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吧？这里一个盖我开不到哈，这里就是按钮按一下。就如果要加那些外泼水啊，就是在刚刚这个打开了盖之后就可以看得到的啦。配搭着20寸的轮圈，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盖子把它盖起来，然后据说可以减少一些风阻还有风噪。我看到这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尺寸了，LT 285/65R20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里有一个切线给这个盖子这样的，所以它是来自一个非常特别的，好像定制的由 Goodyear 制造的一个越野轮胎。相信在外面你想换的话换不到，这是特别定制的一个啦。我现在才知道这辆车这里写的 Foundation Series 呢，就是代表它是头1000辆的这个生产线。这里边的还有一个 camera， 它的车头看起来非常的短，延伸到上面这个角度的时候，就在这个驾驶员的周围突然来一个收尾下去 fastback 的这个设计呢，看起来有一点怪怪，但是对我来讲 OK。不知道在镜头前的你们觉得会怎么样？那这辆车的车门，很多人刚刚已经去用拳头来打它啦，用脚来踢它啦，但是我是比较疼车的人，我就不对它这样子做，我最多也是这样子吧。OK 就够了，所以不用去做固定啊，不用什么，反而就是非常多的手指纹粘在上面。开启门的方式呢，它少了那个手把，所有的门都是要用这个按钮按下去。按了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个窗呢，因为它是无边框的嘛，它的窗会掰下来，然后你把它门打开。哇哦，里面非常的简单跟朴实，都有气氛灯，都可以更换颜色，还有窗户按键。对吧？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哈，还有这个开门的 button。哦，还有一点啊，在这个大镜上面，你会看到这里只有一个雨刷，这么长的。如果没有错的话呢，大概是130cm 左右，超过1米了的，非常的大，但是只有一只哦，所以它烧水的时候，我不知道适不适合在马来西亚这种天气，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马来西亚是没有下雪，只有下大雨罢了。单单一只的速度，不懂够不够来烧水呢？那这辆车的座椅让我想起来 Honda Jazz 啊，还有City Hatchback 这辆车的椅子有类似像 Magic Stick 的，如果你把这里的手把拉一拉，你可以把它拉上来。拉上了之后呢，你可能可以在这边摆一个盆栽。如果像我女朋友这样是做蛋糕的，她可能有时候会去摆市集啊，有这么高的一个冰箱的话呢，你把它摆在这边，非常方便。如果是以我们这种普通车要载的冰箱啊，真的是困难重重，尤其是驾驶单的车的朋友都能够理解啊我这种感受啊。如果你要把椅子拿下来的话呢，也是可以拉一拉。椅子就是可以开完了的啦，整块都是皮革，还有这边也是皮革。总之，它外面这边都是软质塑胶跟皮革呀。还有一个喇叭，头部空间大概剩下一个拳头，腿部空间大概也剩下一个拳头的。那这辆车我没有找到有中央扶手啦，好在这个车是有一个全景天窗，所以没有什么压迫感。这边有一个中控哈，这里是可以打开冷气跟关闭的，然后可以控制。除了之外呢，我还看到这边可以看一些 YouTube 啊、Netflix 啊。这辆车是电动车的关系，它不像一般汽油的 4x4， 它有一个 long sub 的，所以它这里都是平的状态，所以脚是非常的舒服。开门按这个 button 打开。来带你们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啦。首先第一点，你可以看到这边的 side mirror 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三角形的，而且有稍微的放大一点的。我知道奥迪啊，很多都是在玩着用 camera 的这个镜头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荧幕，让你可以当着望后镜来看。可是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实用啦，我还是觉得这种传统的镜面更好啦。座椅呢也是电动调节的，所以我往前面调一点。然后你看到这边的方向盘呢都
不再是像传统圆形的。我知道 Tesla Model S Plate 呢，它就是给那一种上面这里没有一节的。然后这边呢就跟新款的 Model 3一样啦，它不会再有那一种 Signal Stock， 它都是用这个 button 来按的。OK， 连这个开高灯啊、beam 啊都是在这边。这个音量控制啊，或者是雨刷这边按了之后，你可以 hold 着，它就可以喷水啊那些的。大家都知道，我介绍了这么多台 Tesla 车呢，全部控制都是在于这个荧幕这边的。比如说打开跟关闭车尾箱啊，然后它的车头灯啊，全部都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这个 Cybertruck 真的很多东西可以玩哦，比如说它空气悬挂的设置 ，Low、Medium、High、Dynamics 啊，可以分为有 Comfort Sport、Off-Road、Custom， 哇，真的很多东西玩。如果有一天真的是给我 review 到这辆车，可以讲老半天了这些东西。总之，所有的东西都在这边控制就对了。如果要打开这个 Glove Box 啊，按了之后。人家 Glove Box 都是跌下来的，而且这个是延伸出来，哇，真的很深哦，这边东西。真的少了什么传动器啊、传动轴啊，或者是变速箱啊，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完全空的。脚放在这边没有问题，我要放我的包包、水壶什么都不是问题哦。如果这一个中间的中控可以再往后退啊，还是作为一些调整会更好啊。没有的拉，对，如果有的拉的话就好，像 Ioniq 这样。这有两个置备架，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打开了之后有一个盖，非常深。哇，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望后镜哦，我不觉得这个可以看到什么啦。如果你是没有打开后面的盖的话，是根本看不到东西的哈。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camera 哈，这里有一个 hazard light 在上面，这里有一排灯是 touch 的哦。如果感觉到晒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遮阳板拉下来，再可以扩展。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哈，拉开，微微开启一个温色的灯，当然它是走 magnet 的这个拉开，哇，damn 这个车太多设计感，非常特别了的。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车的音响，好吧？我可以跟你讲哦 ，Tesla 的车哦，所有的车的音响都是特别的好的。它的踏板就是一个刹车，一个风琴式踏板，都是 aluminium 的 pedals。哦，这辆车还有什么 Netflix 啊那些卡拉 OK 都有，而且还有就是玩游戏都可以哦。所以整个空间说是真的很大，因为它真的是很简略掉，都是电动调节的座椅啦。好了，那这次的 Cybertruck 呢就带你们看到这边了。我们在等着未来有一天呢，他们 Tesla 呢就会把这辆车摆在它的这个 showroom 啊，或者是一些 public 的地方，让大家去摸摸去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啦，如果你们想看更多 Tesla 的车的话，比如说 Model 3、Model Y， 你们可以来到这个 Cyberjaya 这边去看他们的 Tesla Experience Center。其实我蛮建议来这边的，是蛮好看，然后有一点外国的 feel， 然后又非常大间。下次你们可以来参观参观啦。好了，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 ，Goodbye。